演出结束，我鼓起勇气跟黑长直鼓手搭讪：“美女，加个微信吧。”黑长直撩起眼皮，掀开裙子，操着一把烟嗓笑：“叫美女不行，得叫老公。”他随意的撩着裙摆，目光扫过我的下腹：“接受比你大的吗？”我脑子都炸了。确实比我大。面无表情的收回手机：“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”黑长直眯着眼睛戳了戳我脸上应援的张印，笑了一声：“都把我代号盖脸上了，脸上的张是个 K， 乐队里的人叫他 Kid。”有人敲了敲后门，叫了一声 Kid， 阿瑶叫你呢。就来。黑长直响了烟，掏出手机摇了摇：“还加吗？加个屁！还我女神！”笑死我了！你暗恋3个月的天才黑长直鼓手，撩开裙子比你大。我捞起一张唱片塞进室友的大嘴里，恼羞成怒：“别笑了！”室友瞟了一眼我的唱片，扬了扬眉：“不好听乐队。”你喜欢的鼓手是他家的。我有气无力，已经不喜欢了。众所周知，不好听乐队的鼓手是程吉。S 大媒人不知道程吉，本硕博连读，折法双修，行为艺术达人，因为大二那年在新月湖钓了1个月的鱼而出圈，做事的离谱程度可以写一部程吉传奇。室友摸着下巴说：“女装这事儿放在程吉身上还挺合理的。”合理个屁！老子的初恋！我在哲学院有一节选修课，碰巧老教授生病，程吉拿着讲义跨进教室，和坐在第一排的我视线相撞，扬了扬眉，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惊叹：“哟，他好像那个蹲路边冲美女吹口哨的流氓。”我沉默的转开头，装不认识。看着那张好看到雌雄莫辨的脸，我脑子里只有一句狰狞的：比你大。关键他真的比我大。讲台上的程吉一身白色休闲装，架着金丝框镜，长发束在后面，脖颈修长，喉结突出，随着说话贱货滚动。衣服面料柔软，隐隐勾勒出流畅的肌肉轮廓，上宽下窄，腿长腰劲，张力内敛。没有人会把她当做一个女人，除了被爱情护住双眼的我。下课铃一响，我第一个冲出教室。程吉的声音慢吞吞的追上来：“门口那个身手矫健的卷毛，能帮我把作业搬到 B36 吗？”卷毛不能，谢谢。犹豫必定败北。脚步一顿，怀里多了一沓作业，程吉非常没有边界感的拍了拍我的脑袋，笑得很不检点：“谢谢啊，小卷毛。”手指搓了搓我的呆毛。突兀的亲昵让我顿感烦躁。别开头，凶他，别叫我卷毛，我有名字。程吉把手插在口袋里，脸上的笑淡了。知道了，嘴巴张了张，无声的做了个口型：“小卷毛。”我跑得飞快，冲开 B36 的门，把作业放到桌子上，回身一头撞在了程吉身上。操！你站那么近干什么？程吉不退反进，想住我的肩膀压过来，嘴唇都快竖我脸上了。唇形很棒，不检点，嘴巴都一副恨不得让人轻按的样子。我屏住呼吸，手指死死扣着桌沿，身子都麻了。程，你别！他从我身后桌子上捞起手机，退开一步，满脸虚假的疑惑：“别什么？”眯着眼笑：“小结巴，加个微信，加个仙人。”坏东西！晚上在我家沙发上看到程吉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词：阴魂不散。24小时之内，我们见了3面。程吉拿着半橘子冲我招手，嗨和中午那个又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妈站起来，紧张的给我介绍：“硬硬，你们第一次见吧？这是你哥，好。”我的表白对象不仅是个男的，还是我失散多年的哥。我妈把亲子鉴定拍我面前，讲述了我哥从3岁被拐跑到20岁被找到的全过程。程吉被找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国外治病。那段时间我情绪脆弱，我妈说怕这件事会影响我的治疗，就没有告诉我。为了我的病，我妈瞒了我很多事，其中最大的那一件是我不是她的亲生儿子。3年前，她烧掉了那张显示没有亲缘关系的鉴定，蔑视血缘，继续做我的妈妈，给我最温柔的爱。她不想我知道，我就装作不知道。但我没有想到，
他竟还有一个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。应应，我妈双手交握，紧张而忐忑的看着我，生怕我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般。我知道这件事很突然，如果你妈……我握住她的手，安抚的拍了拍，没关系的，转身拥抱程吉，说：“哥，欢迎回家，不是亲兄弟又怎么样？”妈想让我认，我就认。晚上，程吉来房间给我送热牛奶，问我，他说你去国外治了3年的病，什么病？我靠在床头看书，随口道：应激性心理障碍。一声脆响，程吉打翻了热牛奶，白皙的手背一片嫣红。抱歉，他低声道歉后，慢慢蹲下身去捡碎掉的玻璃。等我反应过来时，他已经沾了满手的血。我跳下床去拉他，你别碰，我去喊宋姨。还有你那个手药。程吉反手扣住我的手腕，猛地将我扯进怀中，狠狠抱了一下，又很快松开，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，微哑的声音压着一分笑意：别紧张，应应，一点玻璃而已，我会处理好的。轻轻推开我，睡去吧。程吉手上的血越流越多，在地上汇成一小滩。我盯着那滩血，浑身像被定住了一样，不听使唤，呼吸越来越急促。程吉用完好的手盖住我的眼睛，怎么？要我抱你上床，给你唱儿歌？算了吧。国庆放假，程吉要在家里住7天，第2天一早人就没影了。晚上睡不着，偷偷下楼找安眠药，看到玄关的灯开着。程吉靠在门上，衣衫不整，大马金刀的坐在地上，空气中弥漫着酒精的味道。入秋了，这么在地上坐一晚会感冒的。程吉手刚碰上他的肩膀，便被擒住了。他懒懒的掀开眼皮，瞥向我，目光慢慢聚焦，显得异常沉静。生命就是一团欲望，欲望得到了满足就会无聊，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痛苦。人生就像钟摆一样，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左右摇摆。叔本华认为，可以通过禁欲彻底否定生命意志来达到解脱。他松开我，指尖描摹过我脸庞，向上落在头顶，轻轻揉弄，一边揉一边念：克制克制克制。我面无表情的挥开他的手，傻逼。程吉一怔，笑嘻嘻的把我往他怀里想，小卷毛都会说脏话了，怎么这么可爱？我觉得他揉我的时候，真的特别像在揉一只狗。干！我扶着程吉上楼，这段路程上，他简直像10万个为什么成精了一样，问题不断。小卷毛，我女装好看吗？我下辈子做女的，给你当媳妇好不好？你有1.8米吗？我比你高，你不会自卑吧？我把他扔在床上，忍无可忍。你能不能闭嘴？程吉扔哪儿摊哪儿，看着我问：卷卷，你在国外治病，疼不疼啊？卷卷又是什么狗屁称呼？不要乱给我起外号。程吉悄咪咪拉住我的手，搁在脸上乱蹭，声音闷在我的手心。疼不疼？卷卷，你疼不疼啊？不讨到答案不罢休似的。我烦躁的应付他，不知道，忘记了，为什么应激我早就忘了。刚开始治疗那1年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。妈妈不告诉我，是我自己偷偷看了诊断记录。我问妈妈，在我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？她将我揽进怀里，哭着摇头。你从来没告诉过妈妈。她说，宝贝，如果忘了会好一点，那就永远别想起来。答应妈妈，保护好自己，不要再受伤了。妈妈看起来好痛苦。所以我答应她，不管以前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我都永远不要想起来，永远快乐。腰上一紧，程吉坐起来，抱住我的腰，头埋在我的肚子上蹭了蹭。卷卷，我喝醉了。他揪住我的衣领，死死焊着我的后颈，抬头与我亲吻。一瞬间，我想了很多，又仿佛什么都没想。满是粗喘，我猛地将人推开，后退一步，惊恐的看着他，深吸了2口气。程吉，我们是兄弟，必须是兄弟，不然我就没有妈妈了。程吉舔了舔唇，撑着床，逆着我，好整以暇的说：知道呢，弟弟理直气壮，寡廉鲜耻。我指着他鼻子骂：我不管你是醉了还是真 gay， 别霍霍我，我还得给我们老于家传宗接代呢。程吉栽到床上笑得发抖，哈哈，
受不了了，可爱死了，小卷毛，23了还这么可爱，可怎么办呀？气死我了！傻逼，程吉就是个大傻逼。这个家我是1秒都不敢住了。我那个新哥可怕的很，还跪追吻别人呢。次日一早，我骗我妈要交作业，灰头土脸的滚回了学校。由于我躲得出色，整整2个月没在学校见过程吉一面。自从跟程吉表白后，他演出的那个酒馆我就不去了，只偶尔去隔壁的 house 坐一下。看现场的时候，总会控制不住去看鼓手，一个个挑剔下来，爆发力不够，花活太少，腿不够长，长得不够好看，总之差强人意。出了门，转角的胡同就看到了程吉。不止程吉，胡同里的路灯坏了好几个，唯一的那盏濒死闪烁。那盏灯光之下，女装的程吉被一个高大的男人想在墙上，垂在身侧的手指间燃着一点猩红。为什么不接受我？明明你也是，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那么远的距离，我依旧能清楚的感觉到他对程吉的痴迷。我看着他栖身上，想要亲吻程吉，亲吻他那张很适合接吻的唇。程吉没有动，我莫名觉得这一幕很熟悉，我应该冲过去把程吉抢过来。我很想那样做，想的心都酸了。我不断暗示自己，于硬，那是错的，他是你哥。在吻即将落下前，程吉终于动了，他身体微微后仰，伸手挡住男人的脸，眯着眼抽了一口烟，说：阿瑶，别倒胃口，阿瑶，不好听乐队的主唱。程吉将人推远，口气平淡却不容置喙，今天的事我当没发生过。如果你不行，那就换个主唱。那个叫阿瑶的走了，程吉站在那里抽完了一整支烟，然后偏头看向这片阴影。硬硬，过来，目光如同蛛丝一般，细而密，柔软却补天盖地，无声引诱，如同蛇置于夏娃。我定在原地没动。程吉笑了笑，又说：过来啊。抬脚的那一刻，我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声。我仿佛看到另一个余印坐在铁笼里，疯狂摇晃着笼撑，嘶吼着：别过去，别过去！可我还是站到了程吉面前，被他抱进怀里。硬硬，我给了你好长时间，你怎么不走？他用粗细的指腹摩擦着我的唇，不走就是想留下来，对吧？额头抵住我的额头，我看着他的嘴唇。程吉问：想亲吗？我摇头，喉头滚动，不想。你是我哥，声音好哑，暴露了。程吉闷笑一声：硬硬，你喝酒了？我点头，伸出一根手指头，一杯啤酒。程吉咬我的嘴唇，不中用，一杯就醉啊。其实我千杯不醉来着。人痛苦的根本大概来自4个字：欲壑难填。程吉就是我痛苦的根本，他把我的嘴给亲烂了。我捂着嘴，气急败坏，你再亲我，我就告诉妈妈。程吉额头压在我肩膀上，笑得不能自己。好弟弟，求求你别告诉妈妈，不然哥哥会被妈妈打死的。我没有告诉程吉，妈妈不会打他的。妈妈很爱他，因为愧疚，爱他比爱我还多一点。元旦回家，我妈盯着我的嘴，问我是不是上火了。韩四逆过来一眼，我看见他眼睛一眯，嘴巴一动，心里猛地一跳。他那张狗嘴里向来吐不出象牙，这种疤痕谁亲的吧？哈哈，猜对了。我人都麻了，在妈妈探究的目光下，一动不敢动。程吉晃荡过来，喊了一声：厨房炖的乌鸡汤好了。我妈慌忙跑到厨房看他亲手炖的汤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背上一层汗，捞起个靠枕甩到韩四脸上。有病！韩四他爸和我爸交情好，韩家是黑道起家。韩四小时候为了躲灾，被送到我家住过一段时间。毕业后他又进了我爸的律所，我家算是韩四的第2个家，逢年过节他都会来拜访。从小我就讨厌韩四，他聪明的有点邪气，心机又深，随时打着坏主意，喜欢挑事看热闹。这种货色谁沾谁死。韩四笑着把靠枕抱在怀里，云淡风轻的说：于硬，我刚刚把你书房里那个千年隼给打翻了，
7451粒，才刚拼好，碎的哪里是笋啊，碎的是我，都顾不得骂人，我跳起来飞速上楼，看到书房里完好的千年笋，才放下心，抱着我的小宝贝狠狠亲了2口，然后越想越气，又被韩四那傻逼给逗了。下了楼，客厅已经没人了，宋妈说韩四和程吉去了后院，我在后院找人，生怕程吉被韩四给欺负了。经过连廊，传来隐约的人声，正要喊人，听到韩四提到了我的名字，语调不算客气，程吉，于应是失忆了，不是失智了，你这么居心叵测是要遭报应的。程吉掩在廊柱后，声音很平，什么意思？韩四嗤了一声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和于应高中的那点破事儿瞒得很好吧？于应的病，目光落到程吉身上的那一刻，他猛地朝我看过来，准确的抓住我的视线，就像一只狮子盯住自己的猎物。我下意识的后退一步，韩四止住话头，也看过来，不意外的笑了笑，慢悠悠的朝我走来，去过书房了，怎么样？失而复得的感觉是不是特别好？到了身侧，亲着身体，低声说，你这个新哥哥可不是什么好人，远离坏蛋保平安哦，傻东西。程吉大步跨过来，粗暴的拉开韩四，将我隔在身后，不轻不重地说，韩大绿，先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吧。韩四脸上的笑淡了，看了我一眼，退开一步，举手投降。吃完晚饭，爸爸让我去送韩四。上车之前，韩四对我说，于应，如果有一天活不下去了，来找我，我救你一命，大过年的。韩四是真晦气。我礼貌的打开车门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长命百岁，谢谢。韩四叹了口气，有梦想是好的，闭嘴吧。快滚！我问程吉，我们高中瞒得很好的事是什么？程吉弹了弹我的额头，怪不得韩四说你一逗一个准儿，怎么人说什么都信？我没说话。韩四10句话里9句都是假的，但我和他也算是发小，真假我还是能分清一点的。韩四今天晚上只骗了我千年笋。如果我跟程吉真的是高中校友，那么我不记得他只可能是因为我的应激和程吉有关。烟花炸开，转瞬即逝。我在短促的光亮中捕捉到程吉看我的神情，他不止一次在黑暗的掩映下窥视我，用那种炽热深情的旧目光，静悄悄的品尝失而复得的暗喜。这些我都知道，只是不想深究。作为弟弟，不应该纠缠不清，刨根问底。我盖住程吉的眼睛，觉得很难过。韩四说的对，我是失忆了，不是失智了。程吉，如果你真的对我做过很坏很坏的事，就千万要藏好。我松开手，回答了他曾经问过的问题。治病很疼，开始的时候我总做同一个梦，梦的内容我忘了，可直到现在我还是很害怕睡觉。偏头冲他笑了笑，我偷偷告诉你，你千万别跟妈妈讲，她会伤心的。那天晚上，程吉在露台上站了很久。宋妈早上悄悄给我妈告状，说程先生抽烟太凶了。我妈怒转8条有关吸烟危害的推送，又交代厨房每餐添一道润肺的甜汤，说是甜汤的话，她总会多喝一点。我妈对程吉有些小心翼翼的讨好，但我没听过程吉叫过她一声妈。他和他说话总是不带称呼的。程吉的疏离显而易见，我怕妈妈难过，明里暗里安慰他。妈妈却摇着头说没关系，说程吉以前过得很不好。他的养母是个护士，没有结婚。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，日子本来就已经很苦了。程吉高3那年，他的养母跳楼自杀，程吉独自生活，日子就更加艰辛了。是妈妈不够好，把他弄丢了这么多年，叫他吃了好多苦。妈妈拉着我的手说，应应，我们对哥哥好一点。我点了点头。可是妈妈，程吉不想要一个弟弟。昏暗的走廊，我奋力推拒。程吉焊住我的手腕，压着我的腿，把我卡在墙壁上，说，应应，别闹脾气了。程吉，我们这样是错的。那你告诉我，怎么做才是对的？他拉住我的手，放在自己心口，心脏仿佛冲破皮肉，在我手心跳动一般。我尝试克制，但收效甚微。
于应，你要是有本事，就让他停下来。揪紧了他的衬衣，额头抵住他的肩膀，不想让他看到有泪掉下来。我说：成吉，只做哥哥不行吗？成吉默了几个呼吸，仰起头说：行啊。开学之后，成吉很忙，我们很少见面。偶尔他会打来电话，问几句琐碎的、无聊的话，似乎恪守着哥哥的本位，字字不提想念，又句句都是我想你。我听得懂，装不懂。期末考试那天，化学院的高楼上跳下来一个女生，就摔在我面前，肢体扭曲，血从身体里流出来，汇成一滩。我盯着眼前的尸体，刺鼻的血腥涌入鼻腔。那一瞬间，我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：腐朽的老楼，穿校服的成吉，以及冲向窗户的中年女人。最后只剩下一具扭曲的尸体。喧嚷中，有人把我拉进怀抱，炽热的手盖住我的眼睛，在我耳边唤我的名字：应应，行行。我闻到它的味道，干净的皂香，和我第一次闻到的一模一样。成吉啊，那个人是成吉啊。高二那年，我从国际班转入青藤班，换到了3楼寝室。第一次见成吉，他坐在寝室的阳台上拨弄一把破吉他，跃动的阳光配上长发的成吉，构成了我对美的初印象。我看了他很久，直到听到吉他发出一声不悦的重音，才红着脸磕磕绊绊地说：你好，我是于应。他看了我一眼，低头继续摆弄他的破吉他。成吉是个怪人，留长发，孤僻，不合群，脾气不好。最怪的是，他衣柜里有一套裙子。他很少回家，周末也待在寝室里。有一次，我周末回学校，撞见他穿着裙子，抱着吉他轻轻弹唱。我没敢打扰，在门口看了好久。成吉唱完，抬头看我，第一次对我笑，笑得很好看。问我好听吗？我点了点头。又问我好看吗？我还是点头，脸红的厉害。成吉赤脚走过来，问：那你喜欢吗？我再次点头。成吉拽着我的衣领亲我。我像个呆子一样说：我们都是男的，不可以亲嘴的。成吉伏在我肩膀上笑得打颤。于应，你怎么这么可爱？那我们悄悄亲，不给别人知道，好不好？我当初不知道那叫勾引。成吉说：我们在谈恋爱。早恋不对，但成吉实在美味。妈妈说过，爱人如养花，爱一朵玫瑰就要精心对待，好叫它盛开。成吉是我的花，一朵漂亮而忧郁的花。他的忧郁来自于他的妈妈。我在学校后门看到那个中年女人把成吉压在墙上，疯狂地去撕他的裙子。他骂他变态，说他是勾引人的骚货。成吉居高临下，轻蔑地看着他发疯。抬眼的瞬间，无意撞见我的目光，散漫地笑了一下。你笑什么？谁让你这么笑的？女人去抓挠他的脸。成吉对于这种伤害无动于衷。我冲上去，用力推开那个疯女人，将成吉护在身后，别碰她。成吉说：那是他的妈妈。从小他就讨厌我，12岁那年他找了新男友。那个男人对我很好，总是护着我。我终于能正常的上学，不用饿肚子，也很少被打了。后来那个男人哄我穿女装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是我装作不知道。我需要钱和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。我上高中后，那个蠢货龌龊的心思被他发现了。他说是我勾引人，我觉得心脏疼，抱着成吉泣不成声。成吉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妈妈？是啊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妈妈？我说：成吉，高考结束，你跟我回家好不好？我把我的妈妈分给你。没关系吗？我是个男人，我摇摇头。没关系的，我爱你，妈妈就会爱你。成吉玩弄着我的头发，低声说：小卷毛，你有一个很好的妈妈。那时候或许我抬头看一眼就能察觉他眼中的凉薄和恶意，可是我没有。我很蠢，一门心思的爱着成吉，根本没有察觉他有多恶心我。
程吉说，我第一次看他的眼神痴迷的让人恶心。那个虐待他的疯女人，其实是我的亲生母亲。17年前，我和程吉同时出生于一家医院，我的母亲利用职务调换了于家的新生儿，我成了于应，而我的亲生母亲抱走了程吉。高3那个寻常的夏天，12层的老楼里，真相被揭开。那一天，我失去了妈妈和我的玫瑰，变成了一个小偷。那个疯女人跪在程吉面前，给他磕头。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作孽的是我。程吉，你别伤害他，求求你，你怎么对我都行，别伤害他。程吉垂眸浅笑，好啊，你从楼上跳下去，我就放过你儿子。女人怔了片刻，站起来，浑浊的目光在我脸上细细走了一遭，张了张口，咽下口中的话，冲向窗户。不要！我猛地扑向窗边，试图拉住他的衣角，却只看到了扭曲的肢体和鲜红的血。半边身体探出窗台，被程吉拉了回来。我揪住程吉的衣领，双目赤红。既然恶心我，又为什么亲我？既然早就知道真相，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？说出来，我还给你。我还给你啊！程吉冷淡地看着我。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你被爱着长大，你要什么有什么，所以你单纯、善良、纯粹。而我呢，从12岁开始我就知道，我要的东西必须通过这张脸去换。我得强忍恶心，曲意逢迎，才能换来一点喘息的空间。恶心又怎样？恶心就不能亲吻了吗？你觉得不能，你觉得不正常，可是我这么多年就他妈是这么过来的。他掐着我的脸说，来，于应，跟我说说，你能还给我什么？一个正常的妈妈吗？可我不需要啊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早就不想要什么好妈妈了。我只想让弄死那个疯子，我只想毁了你。你凭什么顶着一副高高在上的蠢样子说你能还我？你看看我做的事，这正常吗？我他妈是个疯子啊！你能还我一个正常的人生吗？程吉喘着粗气，恨意浓稠。我张着嘴流泪，说不出一句话。不能怪程吉，作为既得利益者，我也不能怪罪那个女人。我谁都不能怪，只能怪我自己。要是我没出生就好了，那样程吉就会作为于家的少爷，健健康康的长大，妈妈就不用替仇人养这么多年的儿子，那个女人也不用死。如果没有我，一切就都好了。睁开眼睛，闻到消毒水的味道。程吉坐在床边，握着我的手抵在额头。我动了动，程吉看过来，我用力抽出手，说别告诉妈妈。程吉点了点头。他看着空荡荡的掌心说，应应，我搞砸了是吗？妈妈4年前偷偷跟我做过一次亲子鉴定，她就是那个时候找到你的，对吗？市医院给他打电话说当初搞错了孩子。程吉声音干哑，急迫又刻意的解释，不是我说的，我没有主动去找过他，我却不领情。为什么不去？你应该去找他的。程吉轻声说，因为你比我更需要他。不用担心。他只知道医院疏忽大意，弄错了孩子，那些龌龊事他都不知道。程吉看着窗外，静静的回忆，他以为我不知道真相，所以撒了一个很拙劣的谎，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亲弟弟。于应，你有一个很好的妈妈。我突然无法忍受，红着眼嘶吼，她是你的妈妈？不是我的，我的妈妈并不好。我知道，你不用哄我，这一切都是我偷来的。为什么不告诉他？告诉他我有罪，都是因为我，他才会和自己的亲生骨肉分开那么久，反而替自己的仇人养孩子。我亲手戳烂自己的心脏，让他鲜血淋漓，罪有应得。告诉他，告诉他，我不值得。你为什么不说？你以为不说我就会感激你了吗？不会的，因为他爱你。告诉他，他会伤心。程吉打断我，目光沉静。他伤心，你就要难过。我闭上眼睛，觉得特别恶心。程吉，我真的很讨厌你，一个把爱和恨混在一起，连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人，让人厌恶至极。
我宁愿你从一而终的厌恶我、报复我，最好诅咒我去死。我他妈也想啊！程吉苦笑一声，恨铁不成钢一般。我要是真的能讨厌你就好了，我答应过妈妈，永远不要想起来，永远快乐。可是我食言了，我控制不住，我又开始做噩梦。12层的老楼，穿校服的程吉冲向窗户的女人，扭曲的肢体和鲜红的血。他反复的冲向窗口，程吉反复的告诉我他很恶心。后来我梦到妈妈，她哭着问我为什么要偷走她的儿子。所有人都那么痛苦，而我是原罪。刀刃切入皮肤，看着鲜血秘密流出，我觉得无比轻松。很快就好了，很快大家都能回到原位，都能开心起来。电话铃一直响，来电显示是妈妈。我盯着手机屏幕，在铃声将要结束时，忍不住拿了起来。最后一次，就再接最后一次。我知道这很可耻，但我真的好想再听听她的声音。喂，宝贝，今天周末，妈妈熬了乌鸡汤，你回来喝好罚。妈干涩的一个音节，几乎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。我咬紧牙关。妈，我不是你的儿子，我是罪人。妈，我死了，你不要难过，我不值得你流泪。妈，好想做你的儿子，真的好想。妈，下辈子可以真的做你的儿子吗？怎么了，宝贝？你在哭吗？为什么声音这么哑？遇到什么事情了吗？宝贝，你在哪里？妈妈去看你好不好？泪如泉涌，我张了张口，竟然发不出一个音节。那边传来哽咽，妈妈抬高了声调。为什么不讲话？受了委屈要跟妈妈讲呀，要跟妈妈讲。我真的好担心，硬，妈妈真的好担心啊。你答应过我要保护好自己的，别再受伤了，好吗？我捂住听筒，掐住自己的脖子，急促的呼吸。说话啊！你听不到他很担心吗？给他回应啊！没用的东西。终于能够发出一个音节后，我松开听筒，磕磕绊绊的说：妈，没事的。乌鸡汤今天不喝，下周2回家再做给我吧。我随便撕了块破布缠住伤口，去东城区的一个仓库里找韩四。卷帘门从里面被拉开，几个黑西装拖着一个满身是血的人上了面包车。韩四在里面冲我勾了勾手，进来，地上扔着一根沾了血的铁棍。韩四用拇指擦掉脸上的血珠，提着洋酒灌了一口，靠在烂桌子边，扫了一眼我的手腕，仿佛一切了然于胸，问：要我帮你废了程吉吗？能不能别这么离谱？你是个律师，不是黑社会。韩四恍然大悟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我需要一个医生。哪种医生？心理医生、催眠师。我抬眼看他，韩四，我要再忘一次。韩四办事效率很快，我在仓库待了半天，他出去了一趟，回来后说1个月后出国，家里那边不用担心，我会安排，给了我一把钥匙和一个住址，不想见程吉的话，就住这个房子。于应，我会送你出国，但不会陪你治病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只有一个人。不是的，我还有妈妈。为什么帮我？韩四可不是什么热心肠的慈善家。现在问是不是有点晚了？他哼笑了一声，指尖转着一个打火机，轻描淡写的说：还人情。你爸帮我就过一个人，话说尽了，还要再加一句，很重要的人。正式诊疗之前，我对韩四说，如果见到程吉，帮我带句话，请他务必心怀愧疚，克制自己，做好妈妈的儿子，我的哥哥。如果想起来第2次，我就立刻去死。韩四盯了我一眼，突然笑了。于应，其实你这人也挺可怕的，谁说不是呢？我偷了别人的妈妈，且拒绝归还。程吉真弄死我，都是应该的。我叫于应，我有个失散多年的哥哥，叫程吉。我哥特别不喜欢我，我在家，他就出门，绝对不和我同处一个空间超过5分钟。在他眼中，我好像是个病毒。一次，我们在厨房门口相撞，我哥
直接蹦出去3米远，就很无语。我跟他科普，虽然我有病，但是这个病不会传染。我哥怔怔的看了我片刻，伸出手好像要摸我的脑袋，最终蜷起手缩回去了。我爸的干儿子韩四和我哥的关系很不好。有一次，韩四一身酒气，冲到我家来跟我哥打了一架，打完捞起衣服就走。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大步走过来，揽着我的肩膀，强硬的把我往外带。心情不好，你陪我喝酒，四哥给你介绍黑长直、大长腿。门关上之前，我触到我哥沉静的目光，我总觉得他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了。韩四在有间酒店的顶层有一个酒柜，他喝酒不忌，红的洋的掺着来，喝醉了也不闹，伏在岸上小憩。我以为他睡着了，直到我看见他眼角沁出泪，听他叫了一夜许意。我睡在沙发上，半夜2点，听到玄幻处有人声，好像是我哥。压低了声音，怕惊扰到谁一般。我来接他。韩四说：成吉，你说到底是人在眼前却不敢碰更难过一点，还是根本就见不着人更难受？脚步声停在我身侧，我被我哥小心翼翼的抱起来，听见他对韩四说：我有的选吗？他不就只给了我一条路吗？我哥把我放在副驾上，我才睁开眼睛，问他：哥，韩四好像很难过，他怎么了？我哥目视前方，说：他骗了一个人，糟蹋了一份真心，所以遭报应了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也这么难过？因为我也遭报应了。